全民传送领主生存游戏。开局只有几颗破种子和一把锄头，7天内建不起领地就会被天道抹杀。眼看大区频道里哀嚎一片，大佬们都在拼命寻找水源，而我却做出了一个让全区人惊掉下巴的举动。我把手里仅有的救命种子硬生生揉碎在一块，大家都嘲笑我是受不了刺激疯了，准备等死。可下一秒，一道绿光闪过，白色的垃圾种子瞬间变成了双倍成熟速度的极品物资，只因我拥有全大区唯一的隐藏金手指融合。不好意思，这波手杀奖励我拿定了。此刻我脑海里传出一道电子播报音：叮，欢迎来到全民领主世界，你将拥有7天新手保护期。紧接着声音再次传来，7天之后将会面临危险，新手期爆率翻10倍，成为领主将拥有巨大好处，请努力变强吧。闻言，我看着周围茫然的一切，不由发出灵魂3问：我是谁？我在哪？领主世界是什么？刚想完，我脑海中便多出许多信息。原来9州星球爆发核战导致世界毁灭，天道接管了星球，并且天道清除了核能，将全世界的人传送到这里成为领主。如果7天后通不过考验，就会失去资格。了解完真相后，我看着面前仅有的木屋和像水晶一样的东西，那是领主。水晶启动就能成为领主。此外，我还看到旁边有一块农田，一把锄头和几包种子。随后我走上前去，将手搭在了水晶上面。领地水晶正在启动，请为领地命名。听见系统的提示，我思索片刻，回答道：就叫黎明城吧。命名成功，正在抽取天赋，恭喜获得唯一天赋融合。听到这，我得知能将物品融合成更高级，请保护好水晶，被破坏将失去资格。闻言，我十分惊讶，唯一天赋代表不可能有第二个人拥有，难道因为我是穿越者？我默默想，10年前地震让我活埋致死，灵魂却穿越到了9州星球，然后附身在这同名同姓的武术世家子弟身上。因为十分怀念地球华夏，所以我才给领地这样命名。看着领地周围只有这简单的3样东西，于是我先打开自己的属性面板，发现各项基础属性全是10点，除了元素加成和抗性为0，我还没有任何战斗和生活技能。面板介绍显示，人类初始最高属性为10。此外，我的领地只有100金币和3个基础建筑。看到属性满值，我猜这跟自己从小习武有关。不错的开局，我满意的说道。既来之则安之，毕竟这不是我第一次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。随后，我打开了人手一个的系统包裹，只见里面有10个初始的储物格，其中有4个格子里放着东西。看到第一个格子里是一把加1点力量的白色新手剑，虽然是最低级装备，但总比什么都没有要强。第2个和第3个格子分别是100初始金币和一把砍柴的斧头，最后则是一张图纸。我打开一看，原来是一张白色的兵营图纸。我深知它的作用，消耗100金币和100木材就能建造兵营召唤士兵。想要生存，必须要有食物和水源。虽然我现在什么都没有，但对于接下来该怎么做，我早已心中有数。紧接着，我决定先看完系统功能。除了上述这些，我还发现系统分为世界和国家2个聊天频道。我所在的龙腾国是一个背景和华夏差不多的国家，因此重生在这里，我内心还是很有归属感的。打开国家频道，看到里面有人抱怨又饿又渴，想回去，也有人炫耀自己获得了增加1成力量的天赋。此时频道里还有自称高层的人在安抚民众。国家频道每人每天限言3次，字数不能超500。随后我看了眼世界频道，内容差不多每天限言1次。此外还有一个空无一物的交易频道，再无其他。我对种地并不陌生，于是先查看那几包白色的玉米种子，面板显示良好耕种，不到1天就能成熟。见状我微微一愣，24小时就能吃，这成熟时间也太短了。不过转念一想，领主世界一切都合理。看着种子数量，我忽然灵光一闪，想到不知道我的融合技能能不能将这些种子给融合。想到这，我便立刻动手，使用天赋将2颗种子放在一起，随着一道光芒闪过，它们果然融合成了1颗，并且这颗全新的种子还发出了淡淡的绿色光芒。见此情形，我连忙看向这颗融合过后的种子属性，只见面板显示这是一颗绿色的玉米种子，而且它的成熟时间直接缩短1半，只要12小时就行。看着手中玉米种子，品质竟提升1档，这万物皆有品阶之分，白绿蓝紫金。如今玉米不仅进阶，连成熟时间也足足缩短1倍。察觉此等变化后，我对天赋很是满意。我手握100颗种子，立马着手全部融合。谁知刚融合10颗，便觉一阵头晕，无法再继续。见此情形，我连忙查看缘由，这才发现精神力已降至了0点。原来融合极耗精神力。等休息片刻好受些后，我第一时间拿起锄头，开始辛勤耕种。勤劳致富，老农最可爱。因只播种那10颗融合种子，所以很快便大功告成。可惜环顾4周，并未发现半点水源。纵然说明里写着无水也能生长，但我深知若有水源或肥料灌溉，作物必然长得更快。动物粪便本就是天生肥料，当初在农村时，父母便如此种植，人类排泄物自然也不例外。只是尿液不可过量，否则种子难以吸收。若非实在没水，我倒真打算亲身实践一番。随后我点开聊天频道，只见满屏百态，有哭闹发问的，有安抚指导的，甚至有闹自杀的，更有人高价求购木材，想必是为了建造兵营。看大家发言，出生地亦是五花八门，有降生于浩瀚沙漠的，有身处平原地带的，甚至还有人竟被直接传送到了孤岛之上。但现阶段众人起步资源相同，谁又会有多余木材呢？归根结底还是得靠自己去砍伐。略过那些无用信息后，我发现每个人初始领取的种子大不相同，可谓是种类繁多。有人开出土豆地瓜，有人拿到稻谷，更有甚者竟获得了苹果、香蕉等各式水
水果种子。相比之下，我运气还算不错。往昔在农村时，我可没少啃生玉米，味道清甜可口。当然，煮熟或火烤肯定更香。但眼下无水无锅，甚至连火都没，难不成还要我钻木取火吗？别扯啊！我可不信自己有那手艺。等播种完毕后，我再次看向包裹里的冰凝建筑，想要将其建起，木材必不可少。望着领地100米外那片静悄悄的森林，我握紧了武器，仗着自小习武且属性全满，我鼓足勇气踏出领地。新手保护期仅剩7天，必须尽快变强，说不定在这森林中还能意外寻得水源。刚踏入林中，我便打起12分精神警惕四周，毕竟常有野兽出没，马虎不得。仔细搜寻一阵后，并未发现野兽踪迹，我这才暗自松口气。确认安全后，我掏出斧头，开始奋力砍树。随着木屑飞溅，系统木材+1的提示不断刷屏，木材能自动收进包裹，且同类物品可叠加至999。只是一番砍伐下来极耗体力。每当累极歇息时，我便翻看频道里的有用信息。就在此时，一道冰冷的天道提示猝然响起，提示宣称已有新人死亡淘汰，并开启了直播模式，淘汰者竟能重返9州星球观看领主直播。不过观众只能看领地外景，且领主隐私部位会有马赛克保护，双方也无法进行任何交流。好消息是，后续领主获取资源后，可用天道价格与国家交易。闻听此言，所有人皆是一愣，谁能想到被淘汰并非真死，而是安全遣返9州。消息一出，聊天室瞬间炸开了锅，竟然死了就能回9州，各位拜拜，我找死去了。看到满屏跟风附和，也有人痛心疾首，这里充满无限可能，傻子才白白丢弃这等良机。更有年长者感慨，未来还需靠年轻人。可即便如此，领主世界依旧上演了奇葩的自杀狂潮，有人用新手剑抹脖子，有人直接头铁撞石，还有撞木屋结果误导人没事的，甚至有下不去手偏要跑去野外被怪物残忍虐杀的，真是自杀年年有，今年特别多。那些重返9州的人纷纷哭诉，呜呜，还是现代都市安全。但回到原世界后，他们才惊觉周围太过死寂。出于好奇，幸存者们纷纷掏出手机打开直播。碍于龙腾国基数庞大，不知看谁的，他们索性在浩如烟海的领主中随机挑选进行观看。反观我这边，砍树绝非易事，哪怕我身负满级属性，连续砍下几10个单位后也累得够呛，无奈之下只能停手歇息。趁着这空档，我再次打开聊天室，果不其然又刷出许多有用的情报。杀野鸡竟给经验，砸死蛇报金币了。我看着频道里各式各样的炫耀，眼花缭乱，有人更是开出渔网、裤子，甚至毛绒娃娃，这千奇百怪的战利品让我瞬间明白过来，看来野外的神秘宝箱就是当前物资的主要来源。等体力恢复后，我立刻拿起新手剑，既然探听到了足够的情报，我自然也想去森林里碰碰运气。一入林中，我便放慢脚步，仔细搜寻着每一处角落。忽然一抹微弱的亮光引起了我的注意，它正隐于草丛中。我谨慎地扫视四周，确认无怪兽埋伏。在这双钛合金双眼下，任何风吹草动都休想遁形。待走近一看，发现果然是个木宝箱。想到这能开出各种领主物资，我满怀期待地掀开，结果映入眼帘的竟然是一件女士衣服。我一个大老爷们儿，给我这玩意干嘛？我极度无语。木箱里还真是无奇不有，难道我这满级幸运值是假的？随着木箱消散，我顺手将内衣收进包裹。就在这时，一道白色残影猛地窜到了我的面前。我去，这大白兔也太夸张了吧！看着眼前半米多高的巨型兔子，我暗自啧舌。带着惊奇，我迅速点开它的属性面板，野兔白色品质1级，技能撕咬。介绍上竟说这是只吃肉的兔子，半米高的食肉兔，真当我是没上过小学的笨蛋吗？不过转念一想，这一世界没见过兔子成精也合情合理。面对这头凶兽，我并不畏惧。频道里其他人杀的都是0级弱鸡，我这只1级野兔，从眼神看绝对是个武林高手。一人一兔狭路相逢，我冷声挑衅：“你来了！”野兔似有忌惮，嗷呜一声便猛扑上来。它腾空跃起，张开獠牙直逼我面门。我从小习武，面对这飞扑，侧身一闪，看准路线，紧握新手剑，对准其脖颈便狠狠刺去。扑哧一声，长剑精准命中，击中特效暴击，显示野兔重重砸在地上，开始剧烈抽搐。趁你病，要你命！我一个箭步上前，挥剑就是一顿乱砍，几剑下去，野兔便化作白光消散。但我毫不在意，提示音随之响起，叮，经验值+10。地上爆出了几枚金币，竟还有一本古朴的书册。我赶忙将其捡起，爆技能输了。看来我的幸运值不假，这多半是新手福利，满幸运加越级杀怪的功劳。我笑着收起金币，看向技能书介绍，采集树白色，可对怪物尸体进行采集，真是好东西。我立刻点击学习。生活职业虽好，但我却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，若是攒够采集树技能书，能否融合成高阶技能？但这种稀罕物能爆一本已是走大运。不再多想，我直接对兔尸释放采集术，包裹里瞬间多出兔肉，这可省去我清理内脏的麻烦。随着技能不断释放，兔皮兔肉纷纷入账，整只野兔很快消散。有了它以后杀怪就方便多了。眼下我急需打火机，唯有开箱或交易才能获得。杀只1级野兔能得10点经验，10只便可升级。若杀0级怪则需足足100只。现阶段能越级杀怪的寥寥无几。我提剑继续向密林深处探索。10分钟后，前方隐约出现一片竹林，我并未停留，又探寻了10分钟，一面湖泊映入眼帘，有水源了。我心头狂喜。刚才频道里无数人重金求水，奈何有水之人却没有容器。看着湖水，我脑中灵光一闪，有了！我立刻转身飞奔回竹林，掏出斧头便开始疯狂砍伐。看到砍倒的竹子，我心中狂喜，这玩意一节一节的，不仅能用来装水，还能盛放很多杂物。眼下急需水源的人极多，这是个绝佳机会。我挥舞斧头，将多余枝丫去掉，砍成竹筒。这片竹林颇大，可以随便砍。足足忙活了1个小时，我终于斩获了大量现成的竹筒。随后我抱着竹筒摸到湖泊旁，只见水流清澈，鱼儿游动。确认安全后，我立刻开始灌水，连续大口大口装了几10罐后，我打开交易大厅，趁着现在还没人卖水，赶紧上架。交易规则十分简单，可以直接用金币购买，
也能够以物易物，一切全凭买家心意。我先以1换1的比例挂上换木材和打火机的单子，接着点开聊天频道，大声吆喝：交易大厅已上架水源，支持物资交换，需要的加好友。消息一出，瞬间引爆频道，哇，渴死我了！终于有人卖水了！众人激动的言辞犹如雪片般在眼前疯狂滚动，也有人抱怨木材难弄，更有沙漠领主哀求金币交易。忽然有人发问能否用火柴换，见此情形，我毫不犹豫，立刻添加对方为好友。系统提示成功添加大香肠为好友，这领地名字味道真冲，刚加上对方就急切发问：大哥，1盒火柴换5罐水，行不行？现阶段仅我一家卖水，绝不能露底。我故作淡定回复：刚有人说愿用火柴换1罐，对方闻言急了，连喊大哥哀求，一番拉扯后定在2罐，伴随提示，我终于拿到火柴，火源解决，不用吃生肉了。看着后台大量求金币购买的申请，我决定顺水推舟同意。现阶段基本没人有木材，略一盘算，我将单价定为10金币。刚挂上频道，便骂声一片，初始才100金币，你怎么不去抢？看着这群骂我黑心商人的，我直接选择无视，有本事别买，反正缺水的大有人在。我无视那些砍价私信，直到天下无双发来消息，他被困森林急需水，想用1根木材长期换2罐木材，可是建兵营的刚需。我立刻回信，你要是一次性提供50根，我就答应。对方秒回同意，随后竟交易来60根木材。看着这庞大的数量，我满脸震惊，你哪来这么多？对方嘿嘿一笑说有资源加成，原来这世上不乏好运之人，但他那加速天赋比起我这唯一的满级幸运还是差远了。我立马装好120罐水交易过去，对方十分感激，直言以后领地水源全靠我了。我急需长期木材供应商，当即承诺有水肯定优先给他，双方各取所需达成合作。此时仍有无数人挥舞金币求购，我深知竹筒装水早晚会被撷取，索性顺应市场规律，果断将水价下调至5金币，重新上架。价格一降，果然瞬间卖空。金币真是太重要了，看着不断上涨的余额，我将剩下的竹筒全部装满，再次售卖。这时小蝴蝶发来私聊，他问能否用铁矿石换水，这玩意虽暂不能用，但绝对是好东西。略一盘算，我决定收下，开口问他有多少存货，对方试探着问10个单位能不能1比1兑换，我直接砍价，只换5罐。一番拉扯后，我懒得废话，最终用6罐水换走了他10个单位的铁矿。眼看带来的水售卖一空，我自己也狂饮一番解了渴。如今木材火源皆已筹集完毕，是时候打道回府了。我满载物资火速赶回领地，接下来终于能建造心心念念的兵营了。我迫不及待拿出兵营建筑，点击建造，随着金币木材扣除，简易的古代兵营瞬间拔地而起。这兵营虽是白色品质，但却是我立足的根本。每召唤1名士兵都需要消耗整整100枚金币。还没等我细看，天道提示突然响起，黎明城领主首建兵营奖励1000枚金币与10点声望。我猛地一愣，没想到首建奖励竟如此丰厚，这1000金币刚好够我召唤10名士兵来效力。频道瞬间炸了锅，众人惊呼：大佬太突出了吧！甚至有人直言没文化只能喊句卧槽。无数妹子开启倒贴模式，交呼着大佬求带，甚至愿意牺牲一切，只为能给我生个猴子。面对潮水般的好友申请，我眉头微皱，为了避免麻烦，我当即开启权限，果断拒绝了所有人。天下无双发来贺电，可字里行间全是泪，早知能上电视，绝不把木材卖给你啊！他悔恨道。小蝴蝶羡慕的不行，独孤的剑也来询问兵营作用，这些情报迟早公开，我索性大方告知了。消息传开后，频道里求购木材的人暴增，看来大家都意识到兵营才是领地发展的核心啊！我没心思管他们，立刻开始疯狂召唤。随着金币飞速扣除，一道道白色光芒接连在阵中闪现。片刻后，10名18、19岁的士兵齐声呐喊：领主好！看着他们朝气蓬勃，我心中底气大增。我查看其属性，其中一个叫张三的家伙最亮眼，精神值竟然高达9点，简直是天生的法苗。只是他们的名字让人无语，竟然从张一排到了张10，这难道是搞批发吗？不过倒也通俗易记，我当即下令：张三，你担任小队长，全员跟我出发。张三兴奋应和，忠诚度竟瞬间飙升。来到竹林后，我分发好斧头和新手剑，命令他们将竹子砍成段，再分批送到湖边进行灌装。我坐在湖边盯着进度，顺便翻看私信，求购水源的人依旧络绎不绝，甚至有人想拿物资换。看到有人愿意拿物资交易，我主动添加好友。一个叫寂寞香烟的领主问道：石头，你要不要？我故作嫌弃回复：这玩意能干嘛？当枕头吗？对方哀求道：大佬，2单位换1罐行吗？5个单位换1罐。我直接漫天要价，对方听完差点哭了，直呼我是黑商，求我给口水喝。经过一番唇枪舌战，最终成交价定在3换1。虽被骂成大奸商，但我这心里却是美滋滋的。紧接着女汉子领主发来私聊：哥哥用打火机换水好不好？这玩意可比火柴好用多了。除了火源，还有人拿毛巾、被褥甚至棺材板来换。我满脸黑线，这棺材板难道是留着装我的吗？说话间，士兵们源源不断的送来空竹筒，我一边指挥装水，一边在后台疯狂点击确认交易。趁着现在水源垄断，我大肆收购各类生活物资，无论是拖鞋还是内裤，统统被我收入囊中，甚至连高档香烟我也来者不拒。在这一片荒野中，这些小物件以后说不定能发挥出巨大作用。所谓商机稍纵即逝，若不趁着没人能大规模运水时大赚一笔，等以后市场放开，可就没戏了。看着包裹里迅速堆叠的金币和物资，我心情大好，这卖水的暴利简直比杀怪升级还要快啊！10名士兵分工明确，砍竹子的、搬运的、装水的，在我的统一调度下，整个流水线高效运转。忙碌之余，我想起那10点奖励声望，虽然目前还没摸清用途，但以后想必是某种核心资源。这一波不仅建好了兵营，还筹齐了大量物资。趁着现阶段无人卖水的绝佳空档，我开启了疯狂敛财模式。龙腾国普查足有20亿人，就算开局有人自杀退场，留在领主世界的幸存者依旧是个极庞大的基数。虽非人人都缺水，但只要有少部分人急需，为了活命定会拿物资交换，这就足够我赚得盆满钵满了。看着满地战利品，我立
刻吩咐士兵将物资统统打包运回领地。这波水资源交易可谓是收获颇丰，现阶段任何物资都有价值，我自然是来者不拒的。哪怕是一盒葡萄糖浆，说不定以后也能派上大用场。最让我惊喜的是一个叫天山童姥的领主，他竟用一把白色品质的武器换走了我整整20罐清水。这把武器足足增加2点力量，比新手剑还要强悍。在这个危机四伏的初期，一点属性便能逆转战局。本以为他大出血细问，才知他降生黄土高原，身处干旱绝地，用武器换取生命之泉确实是明智之举。加完好友交易，终于落幕。我绝对是现阶段物资最多的人。至于频道里那些乞讨白嫖的，我直接无视。看了看时间还早，我立马将士兵全部召集起来，拿出之前别人开盲盒换水给的食物，分发下去充饥。饱餐一顿后，我让士兵们将竹尾削尖，充当简易长矛，这样有武器在手，总比赤手空拳在林中探索要强。我握紧加力量的利剑，给手下分发了斧头和新手剑，其余士兵紧握竹矛。大部队继续向着森林推进。没走多远，一只1级的巨大野兔闯入视线，看到我们人多势众，这狡猾的畜生竟然吓得扭头就跑。见此情形，我眼疾手快，夺过身旁士兵的长竹矛，凭借多年练武的底子对准野兔后背，狠狠投掷过去。噗嗤一声，竹矛精准贯穿。系统提示经验值加10，我满意的点了点头，转身询问手下有没有增加经验。张三等人纷纷摇头回答没有。看来这世界并无组队平摊机制，怪物是谁亲手杀的，这经验值就归谁。摸完金币，踩完尸体，众人继续向前挺进。但我渐渐发觉，10个人抱团找怪，这搜索效率实在是太低了。为扩大搜索范围，我重新调整了阵型，下令士兵3人一组，彼此相隔数十米，乘拉网式向前快速推进。阵型散开，果然有奇效。没多久，张一便兴奋大喊：“领主，有宝箱！”听到呼唤，我立刻靠拢过去，掀开木箱一看，里面是一把加力量的新手匕首。我随手抛给一名没有武器的士兵，众人继续向前推进。走着走着，一只0级的公鸡出现在视野中。这家伙体型正常，毫无攻击性，被我走上前一剑轻松秒杀。听到经验加1的提示音，我无奈捡起掉落的1枚金币。这0级怪果然爆率极低，看来还得找高级货。斩杀几只弱怪后，时间悄然过了半小时，一只体型犹如猎犬般的2级野猫突然挡在了我们面前。炸毛的野猫冲着众人发出一阵阵沙哑低吼，那凶相毕露的模样，一看就是攻击性十足的狠角色。看到这里，我摸索出一条规律：凡是带有野字前缀的，必定是经历了某种变异进化的强力怪物。调出面板，这2级野猫拥有撕咬和利爪技能，系统更是特别介绍，提醒我务必要小心它锋利的爪牙。面对人多势众的我们，野猫非但没有半点退缩，反而弓起脊背，做出了随时准备主动进攻的姿态。看着它蓄势待发，我紧握长剑冷笑一声。虽然这畜生等级高，但咱们可是3打1，它绝对毫无胜算。嗖的一声，野猫化作黑影直扑面门，我早有防备，盯着它的攻击轨迹，立刻向着一旁迅速闪身躲开。伴随着砰的一声闷响，这畜生用力过猛，刹车不及，那坚硬的脑袋结结实实撞在了我身后的大树上。见此情形，我顿时傻眼，野猫还能自寻短见。都说守株待兔，那今天的离奇遭遇算不算是守株待猫啊？趁他病要他命，我毫不迟疑的挥剑领着士兵冲上。一番惨烈的群殴后，我一剑狠狠刺进他的身体，拔出带血的长剑，我又果断补上致命2剑。嚣张的2级野猫剧烈挣扎后，最终彻底倒在了血泊之中。丁，经验加10。听见系统提示音，我心中满是疑惑，这可是2级的怪物啊，怎么只给10点经验？这不太正常吧？正纳闷时，旁边的张九和另一名战士先后向我汇报，领主，我也分到了10点经验。听到手下汇报，我才恍然大悟，原来只要是一起攻击过同一只怪物的，大家就会分到相等的经验值啊！明白分配机制后，我上前查看战利品，只见地上依然只有金币，不过这次倒是足足爆出了5枚。看来想爆好东西并不容易，即使我幸运满点也没用，别人想靠杀怪爆出极品装备，还不知道得多难。收起金币后，我对野猫尸体释放了采集，连续采集出4个猫爪后，野猫尸体便凭空消失了。看着包裹里的材料，我暗自吐槽，估计也就这爪子有点用处吧。人多壮胆，我带队继续向野外深处推进，越往外走，怪物的数量和等级就越来越高，虽然更难对付，但发现宝箱的概率也随之大幅增加了。没走多远，我又连着找到了好几个。掀开木箱细细清点，里面竟有大袋面包、梳子，甚至还有弓箭拖鞋。看着这袋面包，我有些好笑，难怪之前有人连眼都不眨，就用3小包从我手中换走了3罐水。我们人多势众，实力强横，自然敢深入探索，而那些孤军奋战的独行侠根本不敢走得太远，这就是我的绝对优势。想要比别人发展的更快，就绝不能有丝毫退缩，必须拼尽全力去战斗。随着队伍不断推进，一只只怪物惨死在长矛之下，一个个隐藏的木箱也被我们接连搜刮一空。虽说开出的物资不少，但好东西确实寥寥无几，我也无所谓。现阶段有生活用品总比没有强。扫了一眼面板，我的经验值已经达到87点，距离升到1级也就只差最后的一步之遥了。不知有没有人率先升到1级，也不知首升有无天道奖励，但我深知努力提升实力总归没错。掂量着刚开出的弓箭，我暗道可惜，这确实是不错的装备，只可惜眼下根本没有剑士可以使用。收起心思继续狩猎，在连续击杀2只2级野怪后，伴随着金光闪过，我终于顺利提升到了1级。系统提示声随之响起，等级提升，获得10点自由属性点以及1点极为珍贵的技能点，升1级竟给10点属性和1点技能。摸清奖励机制后，我满心欢喜，立刻迫不及待准备加点。现阶段任何属性都至关重要。略微思索后，我决定来个平均分配，在各项属性上分别加了2点。换做旁人肯定不加精神，可我的满级天赋需要消耗精神力才能融合，因此精神也是必加属性。分配完毕后，我明显感受到身体机能迎来了大幅提升，连精气神都瞬间恢复到了巅峰状态。更让我意外的是，连之前手指上不小心被草划出的那道细小伤痕，
竟然也消失得干干净净了。原来升级能让所有状态全满，这发现令我大吃一惊。我不禁去想，若是残疾或身患绝症的人呢？升级后他们会不会直接痊愈？若真能如此，这升级机制对他们而言简直就是重获新生啊！思虑再三，我决定将这推测发到国家聊天室。升级后状态会重回巅峰，残疾绝症可能痊愈，觉得不够严谨，我又打字补充道。但这只是我的个人猜想，具体情况如何，我也不太清楚。我觉得发这消息并非坏事，也是在预防将来遇到强敌，万一真缺胳膊少腿了，心里也有个底。消息一出，寂静的聊天室瞬间沸腾起来，无数人疯狂在公屏追问：大哥，你说的都是真的吗？画风慢慢变歪了，有人惊呼不举的病有救了，更有人追问：兄弟，升级能不能治疗？不孕不育啊！更有人直接在公屏里放话：那老娘的病岂不有救了？看着这些奇葩发言，我极其无语。那些真正身患绝症的人并未出声，反倒是这群奇葩跳得最欢，我大写的服气。幸好早关了好友，我又不是大夫，上哪知道这些病能不能治好啊？好在没多久，终于有断手脚的人现身公屏了，多谢大哥告知好消息，这重新照亮了我的人生。看着绝境中重燃希望的发言，我深受触动。我从中挑了个叫坚强活下去的残疾人，添加好友，私信他，我就是爆料人。对方闻言激动，连连道谢。见他直言无论断臂能否长出，都会坚强活着。感受到这份乐观，我郑重向他发去了加油2字。而我升级后并未获得天道奖励，看来首升一级并没有什么特殊的系统播报和意外奖赏。眼看天色已晚，野外极度危险，以现在的实力不宜夜战，我立马带上士兵们打道回府。回到领地后，我第一时间奔向农田，只见之前种下的玉米已长得极高，即将要成熟了。此前在野外随着时间流逝，我的精神力已然恢复，我不敢全部耗尽，刻意留了一丝底线，毕竟精神力若全部耗尽，我便会出现晕厥。恢复好状态后，我再次开始全力融合玉米，再次将所有的种子融合成绿色品质后，我立刻招手，吩咐士兵们将这些极品种子给种下。白色种子肯定是比不上绿色品质的，至于具体有什么神奇效果，只能等玉米成熟再看了。如今我不缺任何物资，更是拥有大量清澈的水源，但环顾四周领地却毫无保护措施。目前领地仅有水晶木屋等4个建筑，虽然有7天的新手保护期，但之后必有怪物攻城，可惜没有防御建筑，不然领地就安全多了。我暗自叹息，点开聊天频道寻找灵感，频道里确实有人走狗屎运爆出了极品建筑，虽然我幸运值满点，但这世上从不缺欧皇。看着一旁闲置的石材，我灵机一动，当即对士兵下令，快用这些石头把水晶围起来。人多力量大，士兵们立刻搬运石材将水晶团团围住，虽然没全包上，但也算未雨绸缪了。为了加固防御，我急需大量石材，于是我主动私聊寂寞的香烟，开口笑问他吃饭了没，对方立刻大吐苦水，现在哪有食物啊，我这一整天全都在苦哈哈的开采坚硬石头呢。闻言我果断抛出致命诱饵，要吃的吗？可以用石头换。他听罢连连大呼食物和水全要，我趁机开出天价，10单位食材换1个面包。对方听完差点吐血，强忍着哭腔直骂黑商。我故作好人忽悠道，你看看现在谁卖食物，我这是拿你当朋友才第一个想着你的呀。晾着他的同时，我又给天下无双发去私聊，哥们要吃的吗？对方几乎快要被活活饿死了。我继续开出相同的极品价码，10单位木材换1个面包。天下无双瞬间发来个无语表情。这时香烟憋不住了，苦苦求饶，大哥便宜点吧，1回生2回熟。我大度表示给他打个9折，对方得寸进尺试探底线，都是朋友给个4折行不？我冷笑反问，那你现在感觉饿吗？他无奈承认饿极了，饿就对了，8折是最后的底价。在我的压迫下，他只能乖乖认命。最终他以5折的超低价成功换到了美味的面包和水。此时的他一边啃着干面包充饥，一边却流下了屈辱的泪水。但他深知生存不易，不能流泪，眼泪也是水，流干了还得买。他急忙伸手擦掉脸颊的眼泪，并伸出舌头舔了舔，感受着咸涩的味道。他暗骂万恶资本家。另一边天下无双也跟我展开了激烈讨价还价，最终他无奈大出血，以6单位木材换走面包。现在的食物比珍稀资源还要珍贵，很多人都硬生生饿了一整天。聊天室里到处都是重金求粮，想到农田里的玉米即将成熟，再加上打来的怪物肉，我不缺粮，果断决定将多余面包上架。我直接标出10单位换1个面包的天价。众人看到又是黎明城这个黑心商人，立刻在频道开骂：黑心商人你怎么不去抢啊？也有人跪求便宜点，更有奇葩问我充气娃娃能不能换点粮吃。我早就嫌烦，屏蔽了所有私信。天下无双和香烟看着大伙狂骂我原本郁闷的心情顿时大好。看着群情激愤，我本打算顺应民意稍稍降点价格，谁知刚打开后台，整个人顿时就愣在当场。卧槽，竟然真的有这种冤大头啊！那些挂着天价的冲击面包，竟然在一瞬间全部被兑换空了。看来为了填饱肚子，这些人还真肯下血本，疯狂砸资源啊！既然如此，那我也就不跟你们客气了。我直接将手里剩下的所有食物统统摆上货架，当然根据食物好坏，兑换比例也重新做了调整。看着包裹里以几何倍数暴涨的各项基础资源，我忍不住放声大笑，这下能直接升级木屋了啊！我看向面前白色的初级木屋，介绍上虽说这里能遮风挡雨，但这10几平米的地方确实是太小了。眼下我手下足足有10名士兵，总不能让他们都在外面露宿吧？再加上屋内堆满了收集来的物资，仔细权衡一番后，我觉得先升级木屋更划算，毕竟人多了需要住处。至于升级兵营的木材还能赚，反正先升哪个其实都一样，等下肯定还有人需要食物，到时候我再随便撸点羊毛，木材自然有了。打定主意后，我刚打开交易频道，就看到有人竟想用建筑换食物，我立马用单身多年的手速加上他。这人名叫我有一根棒棒糖，我暗自吐槽大家起名就不能正经点吗？刚通过对方立马狮子大开口，见他直接索要100个面包，我懒得废话回复了句拜拜，你当我是开面包店的吗？对方见状顿时慌了，听他发信息挽留，大哥别走，咱们再讨价还价一下嘛。看着这急切语气，我冷笑一声，回家10包，做人不能这样，你这价格太离谱了。面对抗议，我
从容回复：现阶段大家连活命都是问题，谁有闲心建房，你就慢慢砸在手里吧。对方深知理亏图纸不能冲击，只能硬着头皮跟我砍价。我们俩奸商开始疯狂拉扯，这砍价的场面堪比华山论剑。你一招葵花宝典，我一记狠辣的化骨绵掌，两人互不相让，都想占领上风。但由于他急需食物保命，最终还是无奈败下阵来，乖乖接受了条件。我用20个面包和10罐水的代价，成功换到木屋图纸。拿到图纸确认信息，无误后，我选了空地建造。随着基础材料的迅速消耗，图纸化作一道耀眼光芒，随后在空地上变成了一座一模一样的木屋。看着2座并排的初级建筑，我摸了摸下巴。既然我的天赋能融合种子，不知这2个木屋能不能融合？想到这，我立刻催动天赋尝试。随着5点精神力迅速消耗，2座木屋开始重叠，颜色泛起淡淡绿光。系统提示融合成功，竟然真的可以！融合后的木屋增大了1倍，比白色建筑看起来要更加的结实。只是这房子通体泛着绿光，总感觉住起来怪怪的，就好像自己被绿了一样。我点开新建筑属性面板，这绿色木屋果然不同凡响，不仅能遮风挡雨，住着还舒服。我满怀期待的推门，直接走进去查看，里面的空间非常宽敞，从10几平米直接扩建到了30来平米。虽然算不上豪宅，但总比以前好多了。造完木屋后，我手里没多余木材升级兵营了，只能先等下再说。接下来该收割一波全球韭菜了。我来到外面升起火堆，拿出采集的兔肉，从屋里找来调料后，我一边叫士兵烤肉，一边看聊天频道。没过多久，兔肉就烤熟了。我咬了一口，直呼真香。这肉不仅美味无比，吃下后似乎还能补充些能量。我和士兵饱餐一顿后，包裹里的兔肉依然还剩很多。看着这诱人的烤肉，我脑海中顿生出一计。我将烤肉切成小块，当做试吃品挂上交易平台，每份兑换10单位木材食材，或用20枚金币购买。谁知刚挂上去没多久，我惊愕发现烤肉竟全被秒空了，这也太快了吧！我甚至没来得及在频道吆喝，狐疑的看向国家频道，发现根本没人讨论，这让我萌生大胆猜测，交易平台极可能是全球互通的。若真是这样，那就难怪我卖了那么多水，却依旧供不应求。全世界缺水缺粮的人简直多如牛毛啊！想通这点，我心中狂喜，立刻让士兵继续大批量烤肉。既然不愁销路，这次我将价格直接进行了上调。我将新烤好的肉挂上平台，每小份兑换12个单位的基础资源，满心欢喜的等待这批食物被买走。本以为涨价会影响销量，没想到片刻功夫，烤肉再次被洗劫一空。国家频道里依旧无人察觉端倪，2次试水彻底印证了我的猜想。面对毫不手软的全球买家，我自然不再客气，立刻调整最后的售价。我果断将剩下的烤肉全挂上交易型，单价直接飙升到15个单位材料。静静观察着整个市场反应，面对这种宰客价，土豪们终于犹豫了。这离谱的15单位天价，终于让疯狂抢购的热潮降了温。就在高价烤肉销售陷入停滞，市场速度放缓的同时，原本死寂的国家频道终于有人后知后觉了。频道里的众人瞬间炸开了锅，他们盯着交易行里的信息，终于惊恐地发现我挂在上面的天价烤肉。看着满屏滚动痛骂我的弹幕，我嘴角微微上扬。既然名声已经传开，接下来的交易可就更方便了。卧槽，大哥你还有烤肉卖，真傻！人家敢卖肯定吃饱了。频道里议论纷纷，都在猜测15份材料换1口肉，太黑了吧！大奸商，不仅国家频道，连世界频道也骂声一片。估计老外们也受不了这高昂价格，但我才不管这些，嫌贵可以不买，我又没拿刀逼你们掏钱。经过这波天价烤肉的强烈刺激，大家终于反应过来，原来这交易频道是全球几十亿人互通的，但我根本不在乎他们怎么想，有本事自己去烤。在如此恶劣的生存环境下，这价格绝对合理。我扫了眼世界频道，发现不少老外手握大量资源，见他们纷纷发来好友申请，我挨个点通过。你与王国领主成为好友，你与贵族算什么成为好友？看着这些奇特的外国领主名字，我试着聊了几句，发现他们确实想用资源换食物，但其中也有不少人话里话外透着算计。面对这种只想占便宜的家伙，我直接删好友拉黑。现阶段食物宝贵，我可没闲工夫跟他们扯，真正想买的我自然欢迎。不过身为华夏人，有好东西肯定优先本国，这叫肥水不流外人田。我又加了不少国内大户，经过一番疯狂的讨价还价，成功用微博烤肉换来海量基础材料。看着堆积如山的资源，我笑出声。就在这时，张三兴奋跑来汇报道：“领主，玉米成熟了，太好了！”听闻此言，我立刻奔向农田，看着那比人还高挂满果实的秸秆，我顿时喜笑颜开。虽说肚子不饿，但我还是迫不及待下令赶紧摘几个尝尝，我也想看看这绿色品质如何。士兵们迅速摘下玉米，顺手将新种子埋进土里。我打算对比下这白绿2种种子的产量差别。趁着空闲，我再次催动天赋，先用2颗绿种合了3颗蓝种，又用2颗蓝种强行合出1颗紫种。调出属性一看，蓝色种子只需6小时便可成熟，而那颗珍贵的紫色种子更是缩短到3小时。虽说包裹里还有其他果蔬种子，但我没急着种，现阶段用来填饱肚子，还是这玉米最为划算。安排种完新一茬后，我直接将刚摘下玉米插在树枝上，甚至连皮都没剥，就直接架火堆上烤。没一会儿，浓郁的甜香味便在空气中弥漫开来。闻着这诱人无比的香气，我忍不住狂咽口水。好不容易熬到玉米烤熟，我迫不及待咬了一大口，不错，好味道，又甜又糯，极好吃。绿色品质的玉米果然不凡。看着士兵们吃喝满足，查下面板，发现他们的忠诚度都升到了80，忠诚度越高，背叛概率越低，这让我十分欣慰。吃饱喝足后，我又打起了靠卖烤玉米敛财的算盘。白天太忙，没空烤。
趁着晚上有闲，必须多备点货，毕竟到了明天别人作物艺术可就卖不上价了。我立刻下令士兵们多生火堆，全速烤制。本着肥水不流外人田原则，我直接在国家频道里吆喝：新鲜出炉的烤玉米，又香又甜，需要的直接代价私聊。消息一出，瞬间引爆沉寂的聊天室。又是你黎明城，大家种的都得24小时熟，你这是哪来的？面对众人质疑，我懒得解释。大佬银矿能交易吗？破碗要吗？菜刀换不换？看着五花八门的报价，我开始筛选。我挨个加好友砍价，将一根玉米切成数段等价交换。虽然大家心里骂娘，但也只能捏鼻子认了。甚至有人私信求购面包烤肉，面包已经见底，我自然不卖。至于烤肉和玉米，以后有的是机会。随着一笔笔交易达成，我硬生生靠着这顿夜宵，再次从众多领主手中搜刮到了海量的材料。时间不知不觉到了深夜11点，但我毫无困意。危机四伏的前期，多积攒一分资源就多份底牌，直到最后一节玉米换完，我才在频道宣布售罄。扫视包裹，食材竟已够将水晶围上足足5大圈。有了这5层围墙，哪怕怪物工程想短时间击破也不可能。目前领地建筑皆可升级，但条件很苛刻，比如核心水晶竟需要一阶能量晶石这种稀罕物，而农田升级更需要传说中的特殊土壤，这些玩意连听都没听过，索性暂不去理会。现阶段手里基础资源充足，必须尽快转化为即战力。我将目光投向一旁的兵营，消耗200金币和木材后，兵营升至2级，召唤上限也提升到了20。眼看包裹里材料还有剩余，我一咬牙继续点击升级，300金币木材扣除，兵营顺利飙升到3级。兵营升完后，我立马将目光投向了木屋，万一要是半夜下大雨，总不能让士兵都在外面淋雨度过吧。随着500金币和木材的飞速扣除，木屋顺利升到了3级。此刻木屋面积已经扩大到100多平米了，看着宽敞的空间，我十分满意。我之前用材料兑换了桌椅，甚至还有4张铺着舒适被褥的木床，加上枕头、被子等生活用品全都有。在这危机四伏的野外，今天晚上总算能够睡个舒坦的安稳觉了。看了眼时间，已经午夜1点，我吩咐其中一名士兵留下守夜，随后便安排剩下疲惫的9个人进屋睡觉。虽说之前待在火堆旁没啥感觉，但离开火堆，冷风一吹，那刺骨的寒意瞬间就让人忍不住打了个哆嗦。这深夜的天气确实有些微凉，要知道我现在可是1级领主，以我的体质，连我都感觉到了一丝寒冷，连我都尚且如此，可想而知外面那些没升级的领主，此刻在深夜的冷风中会有多么的凄惨了。从这气温骤降的情况也能看出，一座能够遮风挡雨的木屋有多重要。目前这木屋共有3个房间，身为领主我自然是要独住一间的，剩下的2间则是士兵们自己居住。10个大男人挤在一起倒也还行，等明天再次召唤新兵后，这房间就会变得拥挤了。看来为了发展，还得继续收集材料生木屋才行。躺在床上顺手打开聊天室，只见公屏上满是绝望哀嚎。卧槽，没想到这么冷，谁能行好麦？我被子。有人抱怨躺冰冷地板睡不着，还有妹子哭求大叔送被子，更有大姐爆粗口，发消息怒求交易姨妈巾。不少人痛哭流涕的懊悔着，早知这么冷，白天就不该拿被子换水。看着众人挨冻的信息，我笑了，觉得冷，这对我来说根本不存在。我现在正枕着柔软枕头，盖着厚实棉被，别提有多么的舒服了。看到这么多人急缺棉被，我不由得轻笑出声，这全多亏我有先见之明，提前兑换了大量御寒物资。如今这寒夜降临，我囤的物资又派上大用场了。就在这时，天山童姥发来私聊询问有没有那东西，当时我没反应过来，直言只换了男士内裤，没有女士的。对方显然不好意思，急忙解释是那个姨妈巾。看到回复我顿时十分无语，这女人跑来问我买这私密东西，真当我是这领主世界开百货超市的吗？但我还是起身翻找杂物堆，看到一大袋7度空间时我也愣了，都忘这是啥时候收的，立马回复真有。对方听闻立刻开出条件，我这有升级农田的土壤，你肯定懂它的价值。听罢我顿时眼前一亮，以后人口暴增，农田至关重要。我深知这玩意的极高价值，眼下全网只有它有货，以后少不了要买。我立刻打字询问对方打算怎么个换法。童老狮子大开口，2份土壤换取1包，我果断还价5份。对方态度坚决，不行，太多了，土壤极难收集，各退一步咬死3份，多1份都不行。我略一思索，觉得这买卖极其划算，反正这东西对我没用，拿来生农田种食物，绝对稳赚不赔。我当即回了个好字，紧接着我打字追问你现在手上有多少份土壤？他无奈回复表示现在只能跟我交易10包而已。可以，我直接从整袋中拆下10包，这大包共有24包，下次还能和他进行长期稳定的交易。达成一致后，我开始和天山童姥进行物资交换。成功拿到土壤后，我立马迫不及待地来到室外，走到农田前点击升级选项，伴随着金币和50份特殊土壤的飞速消耗，我一口气将农田连升了2级。看着升到3级的农田面板，我十分满意，这可是能够用来大批量种植各种珍贵农作物的极品土地。农田顺利升到3级后，面积扩大，直接多出了2块空地，这意味着我又能够种植更多的果蔬农作物了。我连忙喊来负责守夜的张一、主仆2人，直接连夜在空地上忙碌，开始了新一轮热火朝天的疯狂耕种。这次我特意挑选了土豆和地瓜，因为这2样东西不仅饱腹感强，而且成熟后的整体产量也是挺高的。这批种子中还掺杂了融合过的绿蓝品质种子，主要是想借此看一看高低品质具体差距到底在哪里。买好种子后，我特意交代张一，让他时刻注意作物成熟期，只要一熟就立刻采收，然后重新进行播种。一切琐事都仔细吩咐妥当后，我这才拖着有些疲惫的身子转身回到温暖的房间里安心休息起来。次日清晨，我早早起床，从包裹里取出丰富的洗漱用品，无论是牙膏、牙刷还是毛巾，我都有不少存货，甚至连洗脸盆我也早有准备。一番舒爽的洗漱后，这残酷的末日求生硬是让我过成了悠闲度假。洗漱完毕后，我让熬一整宿的张一赶紧回屋休息睡觉，毕竟在寒风中守夜可是件极耗体力的事情。其余士兵早已升起火堆，将新鲜美味的玉米和肉烤得滋滋冒油，就等着我这位领主起床一起用餐。看着他们朝气蓬勃的样子，我扫了眼
点系统面板，发现这群士兵的忠诚度达到80后就很难提升了，想要继续往上升变得极为缓慢。我边吃早餐边打开聊天室，发现祈求食物挨饿的难民变少了一些，毕竟整整1天的时间过去了，大批领主第一批种下的作物也都成熟了，总算缓解了断粮的生死危机。关掉频道，我来到农田区，第一时间就看到了筐里那批不凡的农作物，这是守夜士兵刚刚采摘收割的。在这堆农作物中，尤其是那几根散发着淡紫色光晕的极品玉米，显得极其抢眼，瞬间让我心头一震。我连忙拿起一根紫玉米仔细查探，这一看不要紧，我发现这紫色玉米的最终产量竟然大得惊人，仅仅这一株的收获量就比蓝色品质玉米足足多出好几倍。这超高的投资回报率让我不禁暗自啧舌，果然印证了我的猜想，种子的品质越高，它成熟后结出果实的产量也是低品质种子的好几倍之多。惊喜过后，我调出属性面板，只可惜除了超高产量外，这极品紫玉米并没有任何额外属性，仅仅只能用来当普通食物果腹而已。这巨大的心理落差让我原本激动的心情不禁感到有些失望。不过仔细一想，能彻底解决领地未来的吃饭难题，倒也算是大功一件。我收起心中略微失落的情绪，顺手从筐子里面挑出几个颗粒最为饱满的紫色玉米，转身将它们递给了身旁正在生火的士兵手底，立马拿去火堆上烤几个试试。我大手一挥下达指令，眼神中充满了对这种新食物的强烈期待，毕竟这是我耗费精神力亲手合成的最高紫色品质，今天怎么也得亲自尝尝它的绝妙滋味。随后我吩咐士兵将紫玉米剥开，挂在外面晾晒，因为这种子本就是用晒干的玉米粒去直接种植出来的。看着玉米，我心中暗想，若是合出金色品质，不知会不会有特殊加成，这实在让我心里十分的期待。如今有了紫色底材，我今后定能合出金色品质，就是不知这金色极品是不是也只能够用来填饱肚子。思索间，火堆上飘来浓郁的玉米香，单单是这股诱人香味就比那绿色品质的玉米要浓郁上太多了。闻着香味，我迫不及待剥皮咬了一口，真是人间美味。这绝佳的口感远远超过了那绿色的品质。咽下食物，我灵机一动，果断抓起2根紫玉米进行融合，伴随淡金色光芒闪过，全新玉米出现在我手中。看着耀眼金色品质，我点开属性面板，上面赫然写着使用后4小时内体力翻倍且彻底消除饥饿感，果然有额外属性，这强悍效果让我很满意。递给士兵后，我回过头再次尝试去融合其他类型的新种子，遗憾精神力太少，无法合出金色种子。虽说大家如今不缺粮食了，但现阶段极度缺水的人大有人在，别人建兵营后必缺粮，多存点准没错。点开面板，我果断将剩下的20名士兵全部都给召唤了出来，光芒闪烁间，士兵瞬间增至30人。这可是3000金币啊！换做其他领主，根本不可能有这等庞大财力。即便如此挥霍，余额仍剩1000多金币。我拔剑大喊出发，带上这支庞大队伍，直奔野外去疯狂捞金。我们刚出领地没走多远，便迎面撞上了一群张牙舞爪的野怪。定睛一看，不过都是些0级1级的弱鸡。就这，我冷笑一声，面对我身后30人的钢铁洪流，这群弱小怪物根本不是对手，瞬间就被秒杀。一路深入，怪物数量比昨天多了好几倍，甚至连1级的怪物也频繁出现。我们应付起来自然是轻松，但若是换做其他独行领主，面对这等规模的兽潮，恐怕就要惨遭毒手了。这野外的危险度直线上升，现阶段我极度缺少武器，但也无可奈何，只能先安排1名士兵去伐木，再让几个人继续砍竹子装水。缺水的人依然络绎不绝，这等疯狂敛财的大好机会，我自然是不愿错过的。我顺手翻开了交易频道，扫视一圈，依然没看到相应的武器出手，我满脸黑线，只能无奈的让士兵们先削尖竹子凑合着用。就在苦恼时，小蝴蝶发来私信：大佬还有水卖吗？有的。我见状连忙十分热情的回复。新的一天开启，大家都收获了粮食，但没容器装水，即便手里守着湖泊，也只能乖乖从我这花钱买。看着满屏喊渴的领主，我再次趁机狠狠搜刮了一波，因为人手充足，这竹筒装水的效率可谓直线飙升，甚至有个外国佬私聊我，竟愿意用一把新手斧头换取50罐清水，连武器都舍得换，也是绝了。我自然不可能花50罐水去当冤大头。经过我一番极其疯狂的砍价，最终以20罐水的超低价成交。尝到甜头后，我火力全开，发现这些老外极其阔绰，我又陆续换到了新手剑、靴子和各种各样的用品。看着面前一望无际的清澈湖泊，我嘴角疯狂上扬。就这点消耗量，我一点都不担心湖水会被卖断火。狠狠撸完羊毛后，我安排2人继续留守砍竹子，剩下的人则紧握竹矛，浩浩荡荡地跟着我开荒去了。领主有箱子，这边也有。听着手下的接连呼喊，我顿时一愣，这地方昨天不是刚搜刮过吗？点开聊天室一看，瞬间恍然大悟，我去，这神秘宝箱每天都会刷新，我昨天搜过的地方又出货。看着频道，原来大家都是一样的，这回开出棉被，晚上不用挨冻了，竟开出了水桶，可惜没壶。频道里不仅有炫耀，还有惊恐提醒，不仅箱子刷新，连野怪也变多了，我的好友估计都被咬死了。看着那条开出水桶的消息，我立刻私聊买家，用10罐清水为代价，轻轻松松就将这件神器换到了手。有了绝佳容器，我立刻安排1名士兵提水回去浇地，有充足的水源灌溉，作物成熟时间定能大幅缩短。只要大家还没建兵营大爆人口，我这独门的水粮生意就一定能继续稳稳当当做下去，简直赚翻了。清空外围后，我让士兵3两组队清理周围落单的怪物，至于沿途搜刮的宝箱，则统统留给我来开，毕竟我满级幸运加持，总能摸出极品好货。放眼望去，领地1公里内的野怪数量依然还算得上稀少，唯有越过这安全的警戒线，庞大的兽潮才会真正显现。连开几个木箱后，我果然摸
摸到了斧头和铁锹，运气真是爆棚。我暗叹一声，随后赶忙安排一名士兵将开出的物资运回领地，顺便让他也去伐木。现阶段木材资源依旧是最重要的，至于这铁锹只能用来挖矿，可附近连座山都没有，根本开采不了。虽然挖不了矿，但我昨天倒也搜刮了些银矿、金矿，就是不知道这金矿能不能直接熔炼成金币使用。把玩着手中新爆出的金矿，我暗自摇头沉思，这玩意直接当流通货币去花，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。它的作用应该只是被限制，用来打造各类极品装备。至于具体的详细情况，还得等后续再慢慢摸索。收回思绪，继续推进。我们人多势众杀怪，效率极快，加上我出身武术世家，家传的枪法可谓是出神入化。虽说眼下还没爆出长枪，但刀剑兵器我也练过，只是远不如枪法厉害。我的枪法那可是又快又准，以前闭门苦练实战极少，现在正好拿怪物练手。为了弥补缺少的战斗经验，我将这群野怪当成了陪练。凭我这绝佳身手，单独挑落2级野猫毫无压力，不仅杀得爽快，这越级杀怪的经验也十分的丰厚。随便杀只2级野猫就能拿到30点经验值，但此地野怪数量远超。昨天我不敢拖大，只能逐个击破。接连斩杀数只野怪后，伴随一道耀眼金光闪过，系统的冰冷提示音宣告我顺利提升到了2级。升完级获得10点自由属性，还给了1点技能点。拿到奖励后，我毫不犹豫，再次打开面板准备加点。照之前的稳妥思路，将10点属性全方位平均分配。加完点后，我再次感受到涌出的强大力量。环顾四周，野怪可谓多如牛毛，猫鸡兔鼠应有尽有，等级全都在1、2级之间。目前暂未发现3级怪，实力大增后我杀2级怪，那简直是游刃有余，剑锋划过便轻松秒杀，如同砍瓜切菜一般容易。伴随着小怪纷纷倒地，系统提示经验加20。看着这可怜的收益，我眉头微皱，竟然足足少了10点。看来升到2级后杀同级怪，经验收益会骤减一半。这群野怪更是极其抠搜，除了掉金币啥也不给，连剑破装备都没爆过，这爆率远不如开箱子。我甚至严重怀疑他们系统设定压根不爆装备，想要极品还得看箱子，可箱子又开不出经验值，真是头疼。吐槽间，几只1级弱怪刚冒头，见状被我冲上前无情斩杀。看着加5的提示，我无奈的摇摇头，看来杀低级怪这经验也减半，想要快速冲刺升级，还是得靠去越级杀怪才行。我扫视面板，发现手下的士兵距离升级也很接近了。趁着这附近怪物极多，我便立刻转身下达指令，让大家将所有斩杀的怪物尸体统统集中堆放起来。看着成堆的尸体，我毫不犹豫疯狂释放采集术，这些全是有价值的材料，拿去交易绝对能大赚一笔。物资采收完毕，我带队继续深入。忽然草丛异动，一只体型大1倍的诡异野鸡窜出挡去路，调出面板一看，大吃一惊，这竟然是2级的白色野鸡头目，不仅附带着鸡身份，更出乎意料。看介绍我十分无语，神他妈战斗机！此怪极其凶悍，见我后大叫一声，猛拍翅膀主动发起进攻。见此情形，我并不着急，站在原地紧握武器，死死盯着他。我冷笑着用眼神挑衅，有种你过来啊！畜生仿佛听懂了挑衅，跃起半空，伸出尖嘴，狠狠啄来。那尖锐的鸟喙在阳光下闪烁着渗人的寒芒。我见状，眼神一冷，不仅没有退缩，反而迅速侧身一闪，在千钧一发之际，完美躲过了这致命攻击。躲避的瞬间，我不退反进，顺势举起武器快速劈下。只听扑哧一声闷响，硕大的野鸡头目直接躺倒在地，耀眼的白光消散，但我毫不在意，因为耳畔传来的系统提示音瞬间让我陷入了狂喜之中。系统提示经验加50，声望加2。头目的经验果然丰厚，竟还额外奖励珍贵的稀有声望。这波血赚，扫一眼战利品爆出的那堆金币，少说也有20个。我不禁感叹，这头目可比小怪大方太多了。哦，终于爆出好东西了！看着地上静静躺着的古朴书籍，我面露喜色，刚想要迈步上前去拾取，可就在我迈步的瞬间，苍穹之上风云突变，一道冰冷且威严的天道提示却在此时突兀的响彻开来。提示手杀白色 BOSS 奖黎明城10点属性和声望。我心头一震，真没想到手杀竟还有丰厚奖励，白减10点属性让我狂喜，多出这10点加成，在开局前期绝对是难以想象的巨大战斗优势，遥遥领先。快速加完点，各项基础属性都猛涨到了16点，只是唯独幸运和天赋无法通过普通属性点增加。幸运和天赋怎么提升以后再说。我强压下心中的疑惑，直接伸手拾起了地上那本沾染着血迹的古书，抖落灰尘，定睛一看，看清属性面板后，我忍不住当场惊呼出声，竟是极其罕见的战斗技能书。这是一本白色品质的奋力一击，虽然只是低级，但面板上赫然写着能造成10%的额外伤害。虽是白色品质，但能造成10%额外伤害，多技能傍身，绝对能让我变得更强。我果断点击学习，看着面板增加的战斗技能，我恍然大悟，这珍贵的技能点原来就是用来升级战斗技能的。手握2点珍贵技能点，我没敢轻举妄动，好钢要用在刀刃上，必须先实战测试下这技能效果，再做定夺。关掉面板后，我对准机师释放采集术，除了羽毛击掌，我竟还意外摸出了一块闪烁微光的一阶晶石，竟然是晶石！我紧握石头，恍然大悟，原来领地核心水晶升级的材料必须杀 BOSS 才掉落。既然摸清了材料来源，以后就不用像无头苍蝇瞎找了。心情大好之下，我顺手点开了热闹的聊天室，刚点开频道，满屏皆是对我黎明城的声讨、哀嚎与膜拜，众人纷纷刷屏惊呼：卧槽，怎么又是这家伙？黎明城领主你这么牛叉，你家人知道吗？看着满屏的酸气震惊，更有无数人疯狂跪求我收下小弟。国内同胞倒是一致叫好，干得漂亮，只要不是国外领主就行。那些家伙可巴不得我们毁灭呢。也有清醒者好奇追问，除了天道奖励击杀头目，还爆出了什么物资？我看着弹幕，我笑而不语。看着好友们纷纷发来的贺电，我懒得理会群里的质问，直接群发回复道：多谢恭喜，以后咱们一起努力。这句没头没尾的话，直接把没发祝福的人整懵了，搞得他们觉得要是不跟风，就显得自己不够意思。于是列表瞬间被恭喜2字刷屏。看着这诡异的排队道喜，我满头黑
飞线，搞得我好像是要生孩子一样。无视这些乱七八糟的消息，我带着队伍继续向前推进。没走多远，视野里再次有了新的大收获。前方林地里散落着不少宝箱，但让人棘手的是，每一个宝箱旁边竟然都有怪物在死死守护。定睛一看，这全都是新怪。我立刻调出面板查看，只见上面赫然写着3级绿色品质变异野狗，技能撕咬介绍嚣张，想抢宝箱就咬死你。汪！这些绿怪虽然不知多强，但光看架势就不好对付。但为了这些诱人的宝箱，我不仅要夺宝，连野狗也要杀。观察一番，发现每个宝箱旁边守卫不多，大概也就3到5只野狗。我单挑1只自然不成问题，就怕这群畜生不讲武德，直接一拥而上。好在我手下的士兵有不少已经顺利升到了1级，让他们结阵抵挡野狗，应该是不成问题的。于是我挑了处怪最少的点，召集10几名士兵准备动手，利用竹矛极长的优势，完全能抵挡住。为了稳妥起见，我打算实验下能不能单只蜥蜴。捡起脚边一颗石头，直接朝着狗群丢了过去。谁知石头刚一落地，3只野狗瞬间被激怒，汪汪汪汪，他们狂吠着齐刷刷朝我狂冲了过来。卧槽，说好的引怪呢？看着狂奔而来的兽群，我十分无语。看来我极具引怪天赋，一引就是仨。眼看局势失控，我当即大吼一声，全员做好战斗准备。这3级野狗的奔跑速度实在是太快了，它们简直跟猎豹一样迅猛。这可是变异怪物而非家犬，战斗力自然不弱。我立刻打起精神应对。这野狗可比森林里的野狼凶猛多了，我甚至觉得这3只绿色品质的野狗都能去大战猛虎了。我赶紧让士兵们利用树林优势，指挥他们跟野狗绕圈子，借此尽量小心躲避那怪物锋利的爪牙。之前教他们的战斗技巧，现在正好全派上用场。这些技巧急需实战消化，能掌握多少全看造化。众人借着树林做掩护躲闪，3只野狗很快便猛扑了过来。我此时各项属性已达到3级的标准，加上我多年的练武底子，面对这等险境依然能够保持冷静，精准预判着这只野狗的扑咬动作。当野狗朝我狠狠飞扑而来时，我眼神一凛，快速侧身躲避，极其惊险的躲过了这致命的一击。站稳身形后，我一人一狗拉开距离，开始了近距离的凝视。野狗张开锋利大嘴，冲我龇牙咧嘴，它嘴里一直发出呜呜的低吼声，双目无比凶残的死盯着我。紧接着，这畜生率先发动了猛烈攻击，看着它闪电般快速咬来，我身体向侧方灵活一闪，顺势高举起手中武器，朝着野狗狠狠地劈砍而下。剑刃撕裂血肉，一道深深的伤口瞬间出现在野狗身上，它顿时发出一声惨叫，皮毛上渗出丝丝血迹。我再次举起武器与它死死对视，不敢有丝毫的分心。这绿色野怪的力量可比普通人类强大太多了。我也终于深刻意识到，这绿色品质的变异怪物比白色的猛太多了，一般人遇上绝对死路一条。目光扫向另一边，10几个士兵正在拼死对付2只野狗，他们利用竹矛极长的优势，死死卡住距离，长矛让野狗始终无法靠近。一时之间倒也没有生命危险，但战况依旧焦灼，仍需要小心谨慎应对。收回目光，我开始全神贯注应付，没有绝对的把握，绝不轻易主动出击。我死死盯着他寻找破绽，换做别人恐怕早下破胆了，但我身为习武之人，有着极好的底子支撑，这就是我的绝对优势。一人一狗对峙许久，最终还是野狗按捺不住率先发难，看着他张开血盆大口朝我狠狠咬了过来。我眼中金光一闪，找准机会，手腕猛地发力，长剑如同毒蛇吐信般精准无比的瞬间刺进了野狗嘴里。我用力将其狠狠向深处捅进去，随后快速抽身撤离，紧接着拔出备好的锋利竹矛，对准倒地的野狗，我毫不留情的疯狂连捅，伴随着系统60点经验入账，野狗终于不再挣扎。我提矛冲向另一边战场，我主动用长竹矛率先朝着其中一只野狗发起了致命突袭。凭借着我出神入化的高超枪法底子，我猛地一竹子朝它狠狠扎去，这一下又快又狠，可谓是威力十足。可谁知这只野狗也不知怎么的，它竟在半空忽然诡异的转了个身，结果扑哧一声闷响，我这蓄力的一击直接往它身上扎去，凄厉的惨叫响彻云霄，导致野狗整张狗脸瞬间都黑了下来。看着这滑稽的一幕，我顿时十分无语，这可真不是故意的。我暗自嘀咕，这畜生还真是倒霉催的，竟然自己硬生生撞到了我的枪口上。既然扎进去了，我也懒得拔，干脆直接握紧竹竿用力捅到底。士兵们见状也一拥而上，疯狂乱捅。眨眼间，这只野狗便被刀了5、6个刀口，伴随着10点经验入账，这倒霉的家伙就这样憋屈的死去了。此时场上还剩下最后一只孤狼，但面对我们这么多人的围殴，最终他还是发出哀鸣，重重倒下。战斗结束，众人纷纷擦着冷汗。这绿色怪物果然棘手，要是可以的话，我以后还是更喜欢去杀白色怪，毕竟白色怪不仅弱，战斗起来也不会如此险象环生。这绿色怪物的实力简直比白色的高出一大截。摸尸环节，3只怪爆出大量金币，士兵们全部捡起上交给我，我满意地点了点头，立刻开始释放采集。看着满地狗肉，我露出了笑容，今晚终于可以炖香喷喷的狗肉吃了。但我最在意的还是那些宝箱。我看着眼前的宝箱，十分惊讶地说道：“这竟然不是木箱子，而是铁箱子，难道箱子还分种类？”怀着好奇的心情，我将铁箱子打开，只见光芒一闪，一把绿色品质的伐木斧头赫然出现在眼前。仔细看了看面板，我震惊的感慨，竟然是绿色的装备。无论何时，木材都是极为重要的资源，前期能开出伐木神器，绝对是一件幸事。想到这，我立刻换来1名1级的士兵，将斧头交给他。等安排他去伐木后，我便坐下休息了片刻。随后我站起身，带着剩下的士兵赶往下一个宝箱。看着不远处的4只野狗，我立刻掏出长竹竿。经过上次的战斗，我发现长长的竹竿更能限制野狗。只见他们起初十分主动的上前，但跑到几米外看着我们手中的长竹，他们便感到了威胁。见此情形，我利用竹竿的长度优势，主动出击。在士兵们的默契配合下，4只野狗很快便被击杀。等打开那个黑铁宝箱后，我定睛一看，里面竟
竟是一壶足足20根的箭矢，这瞬间让我喜出望外。想到之前虽有弓箭，却苦于没有箭矢，如今终于派上用场了。于是我满怀期待地寻找下一处宝箱，看着前方有5只野狗守护的宝箱，我停下脚步。我并未学过剑术，但凭借力量也能轻易拉开白弓。为了保证准头，我特意在远处练习了10几箭。等找到手感后，我便带着士兵们再次发起了进攻。见到野狗狂奔而来，我迅速弯弓搭箭，咻的一声，第一支箭准确命中，虽未击杀，却达到了目的。紧接着我再次拉弓射击，然而这第2箭却不幸偏离了目标。我深吸一口气，立刻射出第3箭，咻的一声，这箭运气不错，直接命中野狗大腿。就在这时，野狗终于拉近距离，冲我们怒吼。听着汪汪的狂叫声，我见有2只野狗落在后面，我果断带着士兵率先对前方的3只发起猛攻。经过一番激战，前方3只野狗纷纷毙命，后面的2只受了伤，也没能撑多久，很快便跟着倒下了。采集完野狗的尸体后，我再次开启了铁箱，只见里面躺着一件白色品质的铠甲，能加5点防御力。虽然属性简单，但总比没有要强得多。等将这件黑甲穿在身上后，我忽然发现了一个关键的规律。我看着四周的箱子，暗自思忖起来。这些铁箱开出的多是装备，而木箱里则是杂七杂八的物资。虽然木箱物资杂乱，却都是生存必需品。想明白后，我便顺着这条路线一路清扫起野狗怪物。随着一只只怪物倒下，我的收获也越来越丰厚。铁箱里开出了一件件白色的武器、靴子和护手。看着这些白装，我心想第一次开出绿色斧头，纯属运气。战斗中，我也尝试了面板里的奋力一击，看着眼前的怪物被致命一击秒杀，我十分满意。但我还是决定保留技能点，留着以后尝试融合。就在这时，系统提示我升到了3级，获得了自由属性点和技能点。手下的士兵们也都升到了2级。看了看天色，时间也差不多了，我便暗自决定，明天就派遣这些2级的士兵去伐木，提升效率。等打定主意后，我便转身往湖边走去，准备顺路将士兵们之前装好的湖水全部收集起来带回去。等来到湖边一看，满地都是装好水的竹筒，而且每个竹筒上都用宽大的叶子和石块仔细遮盖着。毕竟我也是个讲究卫生的人，可不能卖脏水。等将这些水全部装好上架后，我这才满意的松了口气。现阶段能活下来的人多半会外出猎杀怪物，处理内脏也是需要干净水源的，这些水绝对不愁卖。我暗自琢磨，有这技能的人肯定不多，清理内脏或清洗衣物果蔬对没水的人来说十分痛苦，并且随着人数不断增加，他们对水的用量也会暴增。想到这里，我便觉得这就是挣钱的大好机会。想到这，我暗自盘算起来，等后期大家找到装水容器后，清水资源自然也就会变得十分不值钱了。若是不趁着现在赶紧薅一波羊毛，之后可就再也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。毕竟整个市场就这么大，如今已经有不少人成功建立起了兵役。看到这情况，我深知吃喝穿住都将是他们需考虑的问题。此时很多人都在聊天频道抱怨领主不好当，什么都没有的他们直呼面对这些琐事感到一阵头大。有人感叹，哎，真是不当家，不知道柴米油盐贵啊。看着这消息，另一个人也立刻发长文附和。那人哭诉，谁说不是呢？我刚召唤的2名士兵，因为没吃没穿没住的，忠诚度直接狂掉到10点。紧接着那人又心有余悸地说，我真怕他们直接把我给杀了。看到这些聊天，我也感到有些无奈。还有人抱怨，现在什么都缺，连金币也缺，当家做主实在太难了，有时候真想就这样直接放弃。但升级带来的强大感觉，让我觉得后期肯定还有大惊喜。听到这番话，另一个人也立马附和。那人兴奋道，黎明城主说的对，我本身体弱，今天努力升级后好多了。底下立马有人开口调侃，频道里立马有人打趣，你怕是肾虚吧？接着又有人无情补刀，我看应该是不举才对吧？看了看聊天，我发现很多领主连基础食物都极度匮乏。等大概了解完行情后，我便再次上架商品，我直接将采集好的各种肉类全部挂到了交易面板上。反正我今后肯定不会为了获取食物而发愁，加上农作物成熟时间比别人快得多，我就更不缺粮了。于是我随即将一块生肉直接定价为5金币，这价格不算贵，且都切好了，买回去直接烤着吃就行，十分方便。因此我觉得这个价格极其划算。至于玉米的价格，我则定为了3金币1根，毕竟这玉米的口感还是挺好的，相信肯定能卖得好价钱。若有人肯用物资来换，我自然不会介意，毕竟在这残酷世界里，对于各类物资我可一点都不嫌多。等商品上架后，我立马在聊天频道高调喊话，新鲜出炉的各种肉类全都是提前清理好的，买回去大家就能直接煮着吃。此外还有大量玉米等你们抢购哦，数量有限，先到先得。听闻这则消息后，很多人纷纷打开了交易频道，他们迅速寻找起我这黎明城领主的专属售卖信息。由于许多人早早关注了我，所以只要我一上架东西，他们的系统面板立刻就会弹出相关提示。立马有人大声吐槽道，大哥，一块普普通通的生肉，你居然敢卖5金币，这心也太黑了吧。接着有人喊道，1根玉米3金币，你干脆去抢。一时间聊天频道里顿时骂声一片。看着满屏黑商和奸商的骂声，也有明事理的人反驳道，其实你们真的没必要这样说人家。他继续说道，人家没逼你们买，有本事自己去处理野怪。看着切工，我严重怀疑对方是名厨师。见有人打趣是浪翔毕业的，看罢我暗自冷笑，我这定价绝对不算贵，但也绝不便宜，毕竟金币大家都缺，打怪爆出的并不多。至于要果腹还是要金币，那就不是我考虑的问题了，我就卖这价，买不买那是他们自己的事。听到提示音，我立刻打开面板查看起消息。天下无双最先发问，哥，用木材换肉行不行？
寂寞的香烟也豪气的说道：“我要100块肉。”小蝴蝶则委屈的问：“好羡慕能便宜点吗？我用种子换。”看完这些消息，我心里乐极了。我现在可是一点都不觉得自己的资源太多，于是我连忙打字回复：“天下无双当然可以了，老弟。”紧接着我继续打字回复他：“就按1根木材换2块肉的比例来吧。”发送完毕，我便耐心等待起来。收到回复后，天下无双立刻发来消息控诉：“好歹做这么久生意了，你心怎么还是这么黑呀？”看着他气急败坏的样子，我忍不住笑了笑。好吧，老朋友，看在往日交情上，那就再给你加1块。毕竟我一下开价太高，以后还怎么做生意？现在市场上木材20金币，我这肉的标价也差不多了。谁知天下无双立刻讨价还价，4块肉换1根，绝对公平交易。闻言我痛快答应，好吧，成交。我笑着继续追问：“你需要多少数量？反正我手里的存肉多的是，就看他到底吃得下多少了。”最终他购买了80块肉，估计是给领地士兵吃的。之后我又跟小蝴蝶等几位好友顺利交易了一波。经过这一轮物资交换，我又获得了不少珍贵资源。就在我美滋滋地盘算着刚才的丰厚收益时，女汉子突然发来一条消息。等看清面板上的内容后，我瞬间瞪大双眼，整个人立马就不淡定了。她开门见山地说：“我有个仓库图纸，想换你手中的食物，开个价吧。”这提议让我心中一阵狂喜，我忍不住暗自羡慕，竟然又是建筑图纸，为何我幸运值这么高，却偏偏连一个建筑都开不出呢？看来在这领主世界里，好运的人不止我一个。既然对方现在急缺食物，那接下来的事情就好办多了。对我来说，再多的食物都能拿得出手，但建筑图纸这种稀缺货，可真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开出来的。想开出图纸，真得需要极大的运气才行。我暗自琢磨起来，现在的建筑图纸价格还真是说不好，想建造的人缺材料，不想建的人又不懂价，而这正是我的优势所在。毕竟我手头的资源极其丰富，我现在就缺各种建筑图纸，特别是这个仓库，有了它，我便能安全且稳妥地储存大量物资资源了。只要建成仓库，木屋里就不必堆积那么多资源了。想到这里，我暗下决心，这个极品建筑必须拿下。但转念一想，整个世界估计没几个人需要这玩意，毕竟现在能拥有大量物资的人绝对是寥寥无几。于是我故作淡定地回复：“我还以为啥图纸呢，原来是仓库图纸，建出来似乎也没啥东西可放的。”接着我试探道：“但好歹也是个建筑，这样吧，50块肉如何？按照5金币1块生肉的单价来算，50块肉也就是250金币。虽然这数字实在有些难听，但在谈判初期，我肯定是不能开高价的。”果然，听完我的离谱报价，女汉子显然很不乐意。虽说现阶段除了她之外，暂时还没人卖这建筑，而且就算有人获得了，也没几个会去浪费资源建这种闲置物。但在她眼里，这好歹也算是个建筑啊。区区50块肉，很显然满足不了她。只听我是女汉子，淡淡开口：“200块肉。”听见这报价，我立刻回绝：“200块，你知道清理这些肉多费时吗？太多了，60块。”现阶段没人懂采集术，我自然不能暴露，必须让他了解处理这些肉的难处，觉得极为困难才行。果然，听完这话，他犹豫了很久，毕竟连食物都是问题，谁还会花资源去建这种没人要的建筑？有资源还不如造木屋和兵营。听见他再次试探报价，150块肉，好歹也是个稀有建筑啊！我继续砍价，经过一番激烈的讨价还价，最终我跟他以120块肉的低廉代价成功达成交易。看着到手的仓库图纸，我十分满意。接着开始查看面板，只见白色品质图纸显示需要以下材料，建造需消耗金币100枚，以及木石材各50份。这些基础材料我刚好都有，不需要担心材料问题。确认建造后，材料成功扣除。紧接着，我手中的图纸化作一道光芒，眼前直接出现了一座仓库建筑。虽然这仓库面积不大，但现阶段用来存放物资足够使用，所以我暂时也不打算耗费资源给它升级。看着建好的仓库，我立刻转身下令：“张3、张4，你们几个将木屋里的物资全部搬进仓库存放。”安排完手下，我继续把手中的肉卖出，直到留够自己吃的。只见交易频道的食物瞬间就被买光了。看着极度缺粮的市场，我发现了巨大商机，暂时收起心思，我转身来到农田旁查看农作物的生长。我之前就安排了2人专门照料，只要一成熟，士兵就会收起重新播种，所以我收获的玉米并不少。为了防止别人买去当种子种植，我卖出去的玉米全是煮熟后的，高品质种子必须掌握在自己手中。白色种子需24小时成熟且产量少，绿色种子时间缩减1半，产量翻倍，而蓝色种子加倍离谱，以此类推，达到金色种子后产出的食物还能出现属性，像金色玉米能恢复100%体力并消除饥饿。至于其他东西，我还在实验。昨天晒的玉米没全干，我让士兵拿2根烤干，打算融合成金色再去种。今天精神力全用来融合种子了。看着手里这些金灿灿的土豆、苹果、地瓜和白菜，我陷入了回忆。在农村时，土豆基本无性繁殖，切块发芽就能种；地瓜则是栽培为主，拿藤插进土里就能自动生长。虽然我知道现实中它们也有种子，但在老家从没见过用种子种，因为长得慢，而且最终产量也不高。可在这个领主世界里，任何食物竟都是用种子种出来的。我收回思绪，将金色种子交给士兵种下。士兵刚种完，面板提示只需1个半小时就能收成，这就是金色种子的强大。我很期待它们的属性。忽然我脑海闪过一个大胆念头，将2根金色玉米融合会不会出现新效果？万一有隐藏品质呢？于是我开始等待精神力恢复，拿过紫色玉米基础合成，接着毫不犹豫地将2根金色玉米进行融合，伴随耀眼光芒，竟然真的成功了。但我精神力消耗太大，随即感觉一阵强烈眩晕，险些要晕倒在地。我看了一眼属性面板，发现融合2根金色玉米竟足足消耗了5点精神力，下次一定要小心才是。但看到手中这根金色光晕更强的玉米后，我露出了笑意。面板显示它能维持8小时的体力与保湿度，属性直接增加了1倍，比之前更持久了。这种玉米给伐木士兵吃，能保持巅峰状态不停干活。
我似乎发现一条致富路，甚至还在想，若再用2根2次融合的玉米合成，属性是不是还能翻倍？但精神力是个大问题，第1次就消耗5点，第2次再融合的话，恐怕需要消耗更多数值才行。暂时压下心思，我与士兵们一边吃着烤肉，一边啃着玉米，小日子过得非常不错，每个人都很开心。今天收获很大，获得了不少装备。只要明天大家再努力一下，我相信每个人都能够人手1件装备了。就在这时，张三跑过来喊道：“领主，金色玉米生长好快啊，而且浇水之后速度变得更快。”听闻这话，我好奇之下回了一句：“哦，是吗？”随后立刻起身，快步来到了农田旁边。只见农田周围已经点上了火把，借着火光，农田里的一切情况我们都能够看得一清二楚。张三舀起一勺水，浇在金色玉米地中，水刚倒下，玉米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疯狂地生长起来。看到这奇特画面，我十分惊讶，不由猜测道：看这情况，根本就不需要1个半小时就能收获了。想到这，我立刻让几人带上手电筒，吩咐他们小心避开怪物，去湖中装水，赶紧给所有的玉米浇水。毕竟只要能争取早1刻成熟，我就能多挣一笔金币。等安排完浇水事宜后，我顺手打开了系统面板，看着3级的木屋根本住不下那么多人，于是我消耗400金币和木材，直接将木屋升到了第4级。接着我同样消耗400金币和木材，将兵营也升到了4级。顺利升级之后，又能多召唤10名士兵了。但我打算等明早再召唤，士兵等级越高，砍伐的木材就越多，加上我收集的物资，倒也算是够用。随后我看了看领地状态，发现已经达成了拥有5个1级建筑的条件，只要消耗100金币就能升级。我果断选择升级领地。紧接着，天道提示音响彻全世界，黎明城领主，全世界第1个升至1级，特此奖励自由属性点10点，声望10点。伴随着整整3遍天道提示过后，整个领主世界再次哗然。看着公屏上满是羡慕嫉妒恨的言论，还有人求抱大腿做老婆，我完全没有想到自己竟又上电视了。但我对上电视不感兴趣，只在意那些实打实的奖励。我立马将10点自由属性分配掉，以此提升实力。至于声望暂不知何用。我正思索时，天下无双发来消息：大哥，你这么优秀，你家里人知道吗？看到这消息，我平静地回复道：你放心，他们泉下有知。他有些意外地回道：原来是孤儿啊。闻言，我继续调侃道：没办法，主角基本都会克死父母。他十分无语：大哥，您要点脸不？不，我不要脸。我理直气壮地回绝了他。接着又是一群好友接连不断地发来各种羡慕嫉妒的话，甚至小蝴蝶还发消息说求包养。看到这屏幕上的话，我无情拒绝道：对不起，我不搞这一套的。看着他无奈的叹气，我直言道：世界这么大，别想我了，我不是你的菜。他试探问我是否单身，单身有什么不好的？一个人过得好就行了。见我这么说，小蝴蝶一时间有些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。他气呼呼地骂我是直男，我随意回了一句：总比弯的强。无聊时和他们聊聊天，倒也还能以此来解闷。就在这时，张三开心地跑上前来喊道：领主，我们的玉米熟了。听见这话，我感到十分的惊讶，这么快？好像才1个来小时吧。张三闻言笑着回答：浇水的话能减少半小时。听完这番话后，我立刻来到农田旁边，只见士兵们已经摘下成熟的玉米，旁边满是秸秆。看着这些秸秆，心想晒干后既能当肥料，也能烧火，作用还是很大。我随即便吩咐道：煮熟开卖。趁着他们生火煮玉米，我又拿出2根普通玉米，一番操作后，成功将其融合成金色品质。看着手中这根2次融合的玉米，发现精神力已经不足，我只能先将其收起，等恢复之后再试。等这批玉米完全煮熟后，我立刻上架交易频道。看着金灿灿的玉米，我将价格定在50金币。要不是大家穷，我真想定在100金币的。以这金色玉米的强悍属性，也确实完全能够值这个价钱。随后我在聊天频道里喊道：刚上架金色玉米，要的赶紧买。发完后又在世界频道喊了一嗓子，毕竟玉米很多，龙腾大区的人不一定能全买光。果然消息发出去后，频道瞬间就炸开了锅。看着频道里有人求攻略，有人骂我是奸商，还有人抱怨只卖熟的，我轻笑一声，懒得理会。就在这时，天下无双第一时间发来消息：大哥，这玉米私下卖我便宜点吧，用木材换。看到消息后，我得意的笑了笑，就等着你这句话了。当即回复道：没问题，2根木材换1根。听见这极低的价格，他显然愣住了，连忙激动的喊道：好，一言为定，先给我来上50根。我立马将50根玉米交易给了他。要是他们知道这玉米的真实产量，恐怕这会儿估计会被嫉妒死。毕竟对我来说，高品质玉米不仅成熟快，产量还极大。可惜这个天大的秘密，他们永远不会知道。此时小蝴蝶发来消息：大哥，你这金色的玉米到底是从哪里搞来的种子？听着他满是震惊的询问声，我忍不住打趣道：我要是说这种子都是我自己造出来的，你信吗？他没好气的回道：你是人又不是植物，还能造种子？你就可劲吹吧，我还能造人呢。见他半天没动静，估计是害羞了。我轻笑一声，发去消息：买的话40金币1根。没过多久，就见他发来可怜巴巴的文字：35行不行？我现在手里的金币实在不多啊。看着他的请求，我知道没人能拒绝这好东西，爽快回了个行字，随后直接交易了5根玉米过去。刚交易完，寂寞的香烟也发来了消息，他十分直接的问道：说吧，需要多少食材兑换1根玉米？看到他这么直接，我自然不想失去这个石头大户，当即回复道：2块食材换1根，很优惠吧？见我给的价这么低，他十分满意的回了句成交。现阶段只有我需要食材，这买卖他绝对不亏。之后我又收到了不少朋友发来的消息，他们纷纷拿着手中闲置的铁矿、银矿等资源找我兑换。借此机会，我时刻盯着频道的动静，只要发现有资源的人，便立马加上好友，从而换取了大量材料。看着仓库里堆积如山的各种矿石资源，虽然现在暂时用不到，但我深知这些东西以后肯定有大用。就在这时，张三急匆匆跑过来冲我喊道：领主，不好了，金色种子种出来的全变成紫色品质了。哦，只有紫色的了。听闻此言，我猛地一愣，
随即快步走向农田，果然发现长出来的全是紫色玉米。看着地里降级的玉米，我心中满是疑惑，转头看向张三问道：“这些是用成熟后的金色玉米种的吗？”听到张三肯定的回答，我瞬间恍然大悟，原来必须经过我亲手融合，才能一直种出金色的顶级玉米。只要用杰出的玉米当种子，品质就会暴跌。别人想靠高品质种子无限白嫖是绝对行不通的事情，但我就不一样了，我完全可以将这些紫色玉米回收，再次消耗精神力进行融合，就能实现无限量产。想通这点后，我立刻让张三把紫色玉米全收了，等全部烤干后交给我，再统一融合成金色拿去播种。看着疯狂上涨的金币余额，目前已经快要突破10万大关，这绝对是一笔常人难以想象的巨大财富。有钱好办事，很长时间我都不用为钱发愁了。收起心思，我继续上架熟玉米，开始搜刮全大区的财富。此时聊天室里，众人正一边眼红的破口大骂，一边看着我上架的玉米被秒空，全都震惊的说不出话。没人知道我究竟有多少存货。这种垄断的生意确实爽，因为在全区范围内，只有我这里才是独一份。尽管不少人骂骂咧咧，但这玉米属性太逆天，为了领地前期的快速发展，他们哪怕咬碎牙也不得不买。有人买熟玉米去播种，结果自然是全部失败。这下频道里指责我是奸商，抱怨我不仗义的声音更大了。听着频道的无能狂怒，我根本懒得理会。优秀的人总容易遭受嫉妒，反正我从来没有强迫任何人购买。这时几名士兵拿着作物兴奋跑来喊道：“领主，这是刚成熟的金色土豆和地瓜等作物，您看看。”看着他们手里散发淡金色光芒的食物，我满意的露出了笑意，随后迫不及待的打开系统面板仔细查看。我仔细看着金色土豆的面板属性，使用后4个小时之内，饥饿感直接减免150%。虽说这土豆作用单一，但胜在十分耐饿。对于频道里那些极度缺少食物的领主来说，绝对非常的划算。只要买去给士兵吃饱，忠诚度就不会掉。毕竟如果不吃饱饭，哪个士兵会心甘情愿的给他们卖命干活？一颗土豆管4小时，士兵一天吃3颗就够。若按50金币计算，一天只花150金币就能养活。只要士兵一天能创造超150金币的价值，这就十分划算。想到这，我又仔细对比了下土豆的产量，发现土豆产量比玉米多1倍，且属性略差。若是定价一样高，那些领主肯定都会优先去选择购买玉米。经过一番权衡，我决定将其定在40金币1颗。我相信这个价格，频道里的大多数人都是能够接受的。打定主意，我让士兵大批量煮起土豆，并以40金币上架。对于挣钱这事，我可是向来都绝不含糊的。发完商品后，我在频道喊了一嗓子，众人看到又有新食物上架，整个聊天室瞬间就变得无比热闹了起来。